这都什么人呐？自己老婆在里边生孩子，导致羊水栓塞，他跟没事人一样。我认识他，他是这个医院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，医术了得。怎么居然对自己的老婆如此冷漠？这样没有品德的医生，怎么能让家属和病人放心呢？是啊，怎么可能那么巧？这玩意就受伤了。依我看，他这是故意的。里面的孕妇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嫁了他这种人。杀！在我面前装，一套连招秒杀你！你给我进去！那是我老婆羊水栓塞，我不着急。你，哼，急什么？我甭管是谁老婆，那也是一条鲜活的人命。不，是2条。杨医生，难道你忘了我们救死扶伤的信条了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每天死那么多人，顾得过来吗？小杨，你去救青青啊！她可是你的老婆啊，正在九死一生为你生孩子，你不能看着她去死啊！三，我求你了。就算你手受伤了，我能拿手术刀，你进去帮着看看，有什么用也行啊。杨医生，咱们省内只有你成功救治过羊水栓塞的孕妇，你不能坐视不管吧？而且为了救你的老婆和孩子，丢不丢工作有那么重要？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准则，更何况那是你的老婆。羊水栓塞死亡率高达99%，你为了你的工作，难道要罔顾你老婆和孩子的性命吗？小杨，你快救救青青吧！我求你了！够了！你们吵！我这是晋级赛，烦死了！小杨，只要你能救青青，你要什么，我们都给你啊！啊！赔偿不好了，查不到出血，保证不行了。杨汉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进不进去救他？小杨，青青和你恋爱7年，她从来没有嫌弃你家里条件不好。她长得漂亮，又有学问，有多少小男生追求她，你知不知道呀？可她偏偏看上了你，死心塌地的要嫁给你。你们结婚来年，你不仅没车没房，连结婚戒指都给她买不起，可她依然觉得很幸福。你读研读博，所有的学费都是青青帮你掏的。现如今，她命悬一线，亲人，你咋这么绝情呀？小伙子，工作有这么重要吗？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老婆孩子没了，你可要后悔一辈子。是呀，人家姑娘对他多好呀，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做人可不能忘本呀。里边的病人是你自己的老婆，她还给你生孩子，这有什么可忧郁的？你还是个人吗？小杨，你可这样行不行？你我们把房子车子都付到你的名下。真的？小杨，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只要你答应救青青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给你。你们名下的房子、车子、存款加在一起也价值几百万，买我的工作倒也不亏。我可以进去救人，但是你们得给我签一个合同，不然到时候你们不认账怎么办？青青现在情况危急，根本就没有时间签合同。哎呀，我那可怜的女儿呀，真命苦呀！怎么嫁了这个负心汉呀？只要不签合同，我不会进手术室。我他妈活了3辈子了，头一次见这么无情的人。你没听说吗？他连学费都是人家女方给出的，他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，那根本都不是个人嘛！简直是畜生！老子要打死他！差
产妇刚刚昏迷了，她在失去意识前让我带出来一句话，她说让你们别为难杨汉，因为她知道杨汉有多不容易才得到这份工作。人命关天啊！说给你的，我都会给你，你能不能？我知道，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就没感受过什么亲情，所以静静和你在一起以后，我就早早的叫他把你带回家。我可是从没因为你的条件不行轻看你啊，而是真正的拿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呀！小杨，你忘了吗？你考研那一年，我生怕你在外面吃不好，我几乎天天让亲戚给你送饭，我学着你做爱吃的菜。你结婚那一年，没车没房不说，就连工作都没有。婚宴上有几个嘴碎的亲戚说了几句瞧不起你的话，你把当场就给发火，要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呀！你扪心问一问，我们对你好不好呀？真的，我们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只求你，救救我们的女儿啊！是，那些年我敏感又自卑，你们对我的好我非常感动，因此我发誓，我要一辈子对青青好，一辈子对你们好。我感激你们给我一个完整的家，让我感受到早已忘却的亲情。只是现在，指示什么？来，叔叔耳边，先起来。杨汉，你不仅对你的老婆和孩子见死不救，你还想私吞了老两口的财产，为了钱和工作，你连良心都没有了。我见到你都感觉到恶心。不用求他，我谭飞宇愿意赌上我自己的工作和声誉，去全力抢救这个病人。不仅仅我有医生的责任，而且我还有良心。好，那我就祝你们好运。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！要是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教你长命！杨医生，你总算是醒了。你一直昏迷不醒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我老婆呢？她怎么样了？谭医生耗尽心力抢救了整整10个小时，总算是母女平安。是吗？那我是该庆幸啊，还是该失望啊？哎，杨医生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昨天发生可多事儿了，现在网上都在传你忘恩负义、见死不救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们，他们这……哎。小谭这次临危不惧，成功的救治了羊水栓塞的病人。等你们科室主任退休之后，你正好接替他的位置。你醒了，快看看咱们的女儿。什么女儿？我
哪儿来的女儿？你当然是咱们的女儿啊！难道你早就知道我怀的是女儿，所以见死不救？你怎么能重男轻女呢？小杨最近负面舆论缠身，你就不要来上班了。什么负面舆论？是说我对妻儿见死不救、忘恩负义，还是说我贪图名利？这不是那个产妇的老公吗？听说也是医生，偏偏狠心不救自己的老婆。我看了视频，他老婆在里面生孩子，而且还羊水栓塞，他就坐在产房门口打游戏。原来是重男轻女啊！我呸！这种人渣也配活着？死了得了！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育出这种白眼狼，他爸妈也该去死。杨汉，当时你不救我，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你工作来之不易。但我九死一生为你生下孩子，你怎么不先看看孩子呢？他就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。要我说呀，离婚算了。以前我咳嗽一声，你都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？现在是不是我上吊，你都觉得我在荡秋千呀？啊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青青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从他进病房那一刻起，压根儿就没看孩子一眼。哼，他就不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孩子，是吗？你真这么想？这是亲子鉴定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这就是我给你的亲生女儿。你怎么对孩子一点关心都没有？关心，我当然关心啊！我不仅关心我的孩子，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好了，咱们的家事之后再说吧。正直播呢，别耽误院长和谭医生的时间。爸妈，咱们赶紧送锦旗吧。谢谢谭医生。好，谭医生，谢谢你救了我女儿和外甥女，谢谢。谭医生，你可是我们老白家的大恩人呢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杨汉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正在直播呢，你能不要打断吗？我没有要打断你的直播，我就是想问谭医生和院长一个问题。杨汉，你知不知道这场直播对咱们医院宣传很重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杨汉，不知道你想问什么？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：孩子是昨天晚上出生的，为什么今天上午亲子鉴定报告就出来了？据我所知，咱们医院的亲子鉴定没这么快吧？哼！谭医生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个杨汉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亲子鉴定是伪造的？所以他不救老婆孩子，是因为孩子根本不是他的。我靠！之前听那个白青青爸妈说的话，我还以为杨汉和白青青很恩爱呢。大哥大姐们，你们睁开眼睛看看，那可是省立医院盖章的亲子鉴定，还能是假的？就是伪造盖章可是违法的，能不能理智一点？杨医生，你该不会认为这份亲子鉴定是我们伪造的？这可是违法的，你可以尽管去检查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其他的医院再做鉴定。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无疑。杨汉，你难道不知道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加急的吗？对，杨汉，你为了保住工作，死活不肯救我跟孩子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现在你反过来质疑孩子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行，就算你不信，那我们换一家医院做亲子鉴定。好，那就做。这个是你说的。这渣男根本起不白吧？他不就是为了狡辩才胡乱找借口？这不是自己锤自己吗？白青青都这么说了，这孩子啥不心态好着活着干嘛？连自己老公孩子都不救，还不认刚出生的女儿，真是够了。小林，我还得再麻烦你一个事儿。杨医生，亲子鉴定倒也不用特意跑到别的医院去做，就麻烦院长通知一声，加急呀！杨汉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你居然怀疑女儿不是你亲生的。等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就和他离婚。这样的人渣不配老婆孩子。算是我和你妈当初瞎了眼，同意嫁给了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。
杨医生，医术再高又有什么用啊？人品不行，忘恩负义，为了保住工作，连老婆孩子都可以见死不救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主动离职，好留个体面。我知道你急，但你先别急。我急什么？杨医生，杨医生，鉴定报告出来。杨汉，我看你这下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便请你打开看看。什么？什么？我家青青跟你谈恋爱之前，从未跟别的男孩有过接触。你们结婚后，他除了工作，就是忙着照顾你和家里，你却怀疑他出轨，甚至还认为孩子不是你的，你对得起青青吗？青青为了给你生孩子，差点死在手术台上，你却为了工作置之不理。现在孩子生出来了，你却怀疑不是你自己亲生的。青青，听妈的话，今天必须跟他离婚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不仅有高超的医术，人品更是重中之重。你不仅不信任自己的妻子，甚至无视她的生命，我又如何放心把病人交到你的手上？杨汉，你自己去人事处办理辞职手续吧。小林，鉴定结果有血缘关系吗？有血缘关系。杨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真该给我们母女道歉！我为你生孩子差点丢了性命，你居然怀疑我！谁说这孩子就是我的了？杨汉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有鉴定报告在这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敢接受现实，不敢面对自己过错，哼，耍无赖是吧？你也做得出来？杨汉，你如果还是个男人的话，就跪下来给青青道歉，这样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。这婚必须离，让他净身出户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有个朋友是大律师，一定会帮青青的。他的所作所为，净身出户都是便宜他。哟，这么着急让我净身出户，腾出来的位置，你上啊？我是恶心你这种小人行为，你就是男人中的耻辱，十足的败类。刚刚头发是你亲手送去鉴定的，现在结果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有意义吗？是我亲手送进去的头发，可谁说这头发就是我的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送进去的头发是小林护士的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这孩子也是小林生下来的？什么？够了，杨汉，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？我就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简直一派胡言！你还有你们几个，别这么着急给我扣黑锅。小林，告诉他们什么情况？小林，把手机直播打开。啊？哦。这个是孩子的头发。杨医生，你这是？借你的头发用用。如果用你的头发去做鉴定，结果还是有血缘关系，你说会怎么样？全部的过程都被直播间的网友看见了，送去鉴定的头发就是我的。所以，谭医生是否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，这个亲子鉴定报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，亲爱的岳父、岳母，请问你们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的乖女儿生出的孩子跟谁的亲子鉴定都有血缘关系？似乎这个问题只有老院长能给我，还有直播间的观众解解惑了。我操！真是一场大戏啊！这白青青还有她父母，真的是会演。可不嘛，我都被他们给骗了，这一家子没一个好人。杨医生，我支持你。你们好像都没说到重点啊！最可怕的难道不是亲子鉴定单能够随意造假
假吗？小杨，这可能就是一场误会。院长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小杨，你先把直播关了，这个事慢慢解释。我也是害怕你们小两口有什么矛盾，我这是想帮帮你。你看，舆论这么一发酵，肯定有热心的网友报警。这么一来，你要牵扯进去调查，到时候影响了你的工作，那可不好啊。是啊，小杨，赶紧叫他把直播先关了，毕竟是咱们的家事嘛。啊，是啊，小杨，你先把直播关了吧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是啊，老公，有什么事咱们私下说。真让人恶心。是啊，老公，有什么事咱们私下说。真让人恶心。你如果把事情闹大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和连小雨别想进任何一家医院工作，相信我有这个能力。对，老公，你也不想因此失去工作吧？谁报的警？这边我报的警，我实名举报谭振利、谭飞宇父子俩操纵权势，伪造亲子鉴定。杨汉，你他妈胡说什么？这孩子是谁的我不关心，我只知道你这个私生子要摊上大麻烦了。我只知道你这个私生子要摊上大麻烦了。哎，我给青青买的戒指放哪儿去了？小林，你有见到吗？哦，在我这儿呢，人太多，我怕弄丢，就给你放起来了。哎，去哪儿了呀？哦，没事儿，有摄像头，我在监控上看看就知道了。小林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脱杨汉？咱们一家三口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再等等，很快了，迟早我们一家三口会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。很快是什么时候啊？他杨汉仗着自己医术高超，救治了一个羊水栓塞的病人，风头正盛。科室主任的位置，我爸也不好直接给我。等孩子出生那天，我不仅让他滚蛋，还会让他身败名裂。当着2位警察同志的面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你别着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你快说说。等你生产那天，我会提前安排好接生人员。等孩子出生以后，你就假装羊水栓塞，然后再道德绑架杨涵，让他进到手术室抢救。这能行吗？现场还有别的医护人员在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宝贝儿，我爸是院长，他会替我安排好一切的。一旦杨汉心急如焚进到手术室，他就完了。然后呢？我会提前准备好假死药让你服下，然后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杨汉违反医院条例给亲属动手术，并且过程中操作不当，导致病人死亡。到时候他杨汉不仅会失去工作，还会面临刑事处罚，甚至舆论都能给他淹死。那个时候，我再给你换一个身份，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和孩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太好了，那就这么做。杨汉，你胡说八道！这些年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你，让你不顾我的生命，不认孩子，还要恶意诋毁我？对，这完全就是凭空捏造，无中生有。哎呀，好了，都是家事，劳烦2位同志干什么啊？是啊，这都是家事，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的。2位，这儿没什么大事，2位就先请回吧。对了，我跟你们王局很熟，上周一刚吃过饭，回去代我向你们王局问个好。随意篡改亲子鉴定报告，你跟我说这小事儿？还有，我不管你认识谁，
今天的事要是不交代清楚，那你只有坐牢了。杨汉，你看都牵连到院长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恶意造谣了呀？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这就是你想要的证据。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脱杨汉，咱们一家三口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？和我相恋10年的妻子背叛我，想要置我于死地，而你爸妈也同意这个计划，自愿参与进来，亲情、爱情，狗屁！什么意思？今天反转？所以孩子不是杨汉的，白青青出轨了。没想到谭飞宇居然是院长谭振利的私生子，父子俩都不是啥好东西。儿子撬人墙角，爸爸就伪造亲子鉴定。爸，我不想坐牢，赶紧想想办法呀！哎，两位同志，我打个电话，就给你们王局打。到了局里，你自然能见到王局。小雅，咱们的家事关起门来说，不至于搞这么大的。就是小杨，你孩子在院上班了，你怎么能看见院长被带走了？再说了，院长对你有知遇之恩，院长给你涨饭吃呀。我靠自己本事是不是？难道还需要他人施舍吗？青青，你快救救我呀！杨汉，你去跟他们说，这都是误会，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错，求你了。够了！你为了一个想要杀死我的男人，居然跪在地上跟我求饶啊！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放过飞宇，是我让他们伪造亲子鉴定的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怪我。老公，你答应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样子，你还真是爱谭飞宇啊！既然这样，我就只能……我不仅举报谭飞宇父子伪造亲子鉴定，我还要举报他蓄意谋杀。什么蓄意谋杀？杨汉，你早就知道我爸是院长了，从而心生妒忌，可你也不能血口喷人吧？哎，这怎么还扯到蓄意谋杀了？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小杨，爸爸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也不至于这样子。这话说的多吓人啊！就是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警察同志，这里面有谭飞宇和白青青谋害我的监控录像。小林，我刚转发给你的视频，你可以发到网上。已经发了，都已经顶到热点前3了。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怪不得你死活都不肯进手术室救我。杨汉，你太狠心了！明明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，却可以默不作声忍这么久，你真可怕！一个想要谋害我的人说我可怕狠心，白青青，这种话你是怎么有脸说出口的？你就是个魔鬼！白女士，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这……杨汉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你怎么忍心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刚生完孩子，我不能去坐牢啊！大难临头，你想的是自己不能坐牢，而不是孩子未来怎么办？白青青，你还真是自私自利！你这个人真是自私自利！对，孩子，杨涵，你还记得我刚怀孕的时候，你摸着我的肚子说会一辈子对我们娘俩好的，杨涵，你忘了吗？我是真心对你，但我换回来的又是什么？是你对我的背叛，是你联合姘头对我的谋害。当我看完监控以后，多少个夜晚，我看着身旁熟睡的你，我想一把把你掐死算了，但我没有那么做。所以你还爱我，
爱你，我是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和你，还有你们，最终会沦落到一个什么样凄惨的下场。今天，我终于如愿了。今天，我终于如愿了。我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你就没有错吗？正好，今天当着2位同志和广大网友的面，我要让所有人看清，人人称赞的杨医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怎么还有反转？杨医生救死扶伤，我相信杨医生。你相信个屁！要我说，这家族没一个好东西。老话说得好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杨医生是好人，你们别冤枉他呀。白女士，你不要冲动。我是有原因的，你听我说完就明白了。看到林小雨被打，很心疼吧？白青青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？外人？他可不是什么外人，他是一个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儿。你说什么？谁是小三了？你别乱说话！我跟杨医生清清白白。白青青，你要发疯，你到监狱里发去，别在这胡言乱语。杨汉，你以为我没有你们2个苟且的证据吗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买给那个小贱人的礼物吧？戒指都买了，还敢说自己没错？还敢说自己没错？这就是你证明我出轨的证据？难道还不够呢？水滴型的戒指，它李小雨名字里就带雨。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你办公桌上，我还以为是你买给我的。第2天它就进了林小雨的包里，你还敢说不是买给他的？还有你，为了他不惜得罪院长，工作不保，你还敢说你们清清白白？我打你有错吗？白小姐，你真的搞错了，这枚戒指就是杨医生买给你的。当初戒指就放在桌子上，别人太多，我怕弄丢，就帮杨医生先收起来了。我和杨医生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够了！杨汉，是你搞办公室恋情出轨在先的。怎么还不承认吗？白青青，你名字里是没有雨，但有水啊，3点水的水。这个戒指就是我买来送给你的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广大网友会信你的鬼话吗？盒子夹层里有一张卡片，你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还在死鸭子嘴硬。好，那我就……什么？什么？这真是送给我的10周年礼物？是，整整10年。我想到这10年的点点滴滴，都充满了幸福感。于是我精心挑选了这枚戒指送给你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不要！当我的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，你却给我了这么大一个惊喜，我太他妈的感谢你了，白青青！老公，这是误会，是误会。我要是早知道这礼物是你送给我的，我肯定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老公，原谅我，我发誓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小杨，说来道去还是一场误会，毕竟青青太过爱你了，才会因为误会做了错事。哎呀，女孩子啊都是恋爱了，尤其是青青。小杨，这是青青对你一种爱的表达方式，你们现在就应该摒弃前嫌，更加的相亲相爱才是，而不是现在这样闹得死去活来的。
是。爱我的一种表达方式，这种话你们也有脸说出口？在我给他买这枚戒指之前，他就已经怀下了谭飞宇的种。你非要追究是不是？是，那又怎样？我隐忍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能有今天。好，我认栽。我承认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我对你做的一切都是假装的，我心里只有飞宇一个人。坐牢又怎么样？等我们出来了，我们依然可以幸福美满的过一生。你说是吧，飞宇？你说是吧，飞宇？等我们刑满释放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你个浪货，蛊惑谁呢？谁他妈要跟你一起坐牢？飞宇，我警告你，别叫我这么亲热，我跟你不说。谭飞宇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可是为你生了孩子的。别他妈跟我提孩子，我又没做亲子鉴定，谁知道这个孩子是你在外面跟哪个野男人的种？想让我当接盘侠，白青青，你打错算盘了。谭飞宇，我真心为你，为了你，我甚至连名节都不顾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明姐，你就是个烂货！杨医生，你也看到了，其实我们之间是有误会的，是他勾引我，我是无辜的。你看在咱俩同事一场，加上我替你说话的份上，你别气死我了啊！觉得可能吗？打得好，怎么可能放过他？小杨，谭飞宇才是罪魁祸首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和亲戚过得不知道有多幸福，咱们就应该让他牢底坐穿。这次事情之后，我们肯定好好教训青青，让他安安稳稳和你过日子。你就原谅他这一次。青青和你在一起那么久，你忍心看他坐牢吗？他一旦坐牢了，这辈子他就毁了。你让我们老两口怎么活呀？那你们去死好了。小杨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我们以前也是真心拿你当亲儿子的啊！你就看在我们的面子上，放青青一马，也是应该的啊！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行行好，妈给你跪下了。你们是只有一个女儿，我爸妈也只有一个儿子。你们是只有一个女儿，我爸妈也只有一个儿子。当初你们撞死我爸妈，肇事逃逸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他们的孩子怎么活下去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们才是死罪难逃。同志，他们两个是杀人犯。小杨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也不能乱说。我根本都不知道你爸妈是谁，好吧？怎么能撞死他们？有口音呢？当我得知你们答应跟着白青青和谭飞宇一起陷害我的时候，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。毕竟你们曾经对我那么好。哎，小杨，我们对你……因此，我也在家里安装了微型摄像头。我在监控视频里得知，你们就是害死我爸妈的凶手。你们之所以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你们心里那点可怜的愧疚感，而证据同样也在那个手机里。
看到了，证据确凿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杨涵，你别相信他们说的，是他逼迫我，还威胁我父母。杨涵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孩子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把他送去福利院，或者把他直接丢在路边，我们再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行吗？什么？把我孩子丢了？好啊，你真是最毒妇人心。白青青，你对我不仁，也别怪我对你不义。杨翰，你听好了，他们对你好不是因为心生愧疚，撞死你父母也不是意外，而是因为白薇酒驾。你说什么？自那以后，这个死老头子成天做噩梦，经常梦到你父母浑身是血的站在他面前。于是他便找了道士，那个道士告诉他，要想化解怨气，必须找到冤魂的后人，而且好生待他10年，这才有了你口中所谓的好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胡说！我没胡说，都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就是胡说，就是胡说！队长，请求支援，案件复杂，甚至牵连出2条人命。爸妈，你们在天有灵，可以得到安息了。